客厅养花有8大禁忌，不是迷信，花旺家财旺。曾仕强教授曾强调过，家中植物生机勃勃，象征家庭和谐，运势顺畅；而植物枯萎凋零，那么害人不浅，预示家庭气场不佳，需要调整。此外，他还提到，选择适合的植物种类和摆放位置，可以增强家庭的正能量，改善风水布局。就比如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家里，据说每年维护园艺的费用就高达数十万港元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如何把客厅的花养好，如何通过养花提升家里的运势。希望你用短短的几分钟了解一下，对你大有帮助。如果你也对家庭养花感兴趣，不要忘记先点赞、关注哦。客厅摆什么花风水好？1. 虎尾兰。虎尾兰又叫虎皮兰，是花卉市场的常胜将军。哪怕只是摆在客厅的一角，都能瞬间提升空间质感和高级感。而它真正令人惊艳的地方，是它的空气净化能力。科学实测显示，虎尾兰对甲醛的吸收效率高达80%以上，还能分解二氧化硫、尼古丁等有害气体，是天然的绿色净化器。虎尾兰放在家里、办公室有招财避煞的作用，让人心情愉快，工作开心。将虎尾兰放置在客厅，可以调整家人的心脏和肠胃的健康，对胆小或者缺乏勇气的负面性格也有改善。如果将虎皮兰摆放在阳台客厅，可以生旺化煞，增加家里的财气，生财旺财，是很好的风水植物。虎尾兰适应性强，性喜温暖湿润，耐干旱，喜光又耐阴。对土壤要求不严，以排水性较好的沙质土壤较好。2. 三角梅。三角梅被很多花友称为养花的尽头，因为花期从春季一直持续到初冬，可以说花期超长。再加上特别耐晒，特别耐开花，又不容易出现病虫害，成为很多人的心头爱。三角梅除了皮实好养、爱开花以外，还有富贵发财、生意兴隆、欢庆吉祥等难得的寓意，所以也难怪人见人爱。三角梅是一种很喜阳的花，所以在客厅养的时候，建议养在客厅靠阳台的位置，让三角梅多接受阳光的照射，才能越长越好，开花越来越多。另外，也可以给三角梅经常修剪，尤其是花后修剪，为的是让三角梅的造型更加优美。养在客厅里，寓意好又雍容大气。3. 蝴蝶兰。很多人家的客厅里都会养上一盆蝴蝶兰，开花的时候犹如翩翩飞舞的蝴蝶一样，给人轻盈潇洒优美的感觉。它被称为兰中皇后。蝴蝶兰不但漂亮，而且寓意幸福美满、吉祥如意、仕途顺利。再加上不同颜色的蝴蝶兰，寓意也有所不同，就比如白色蝴蝶兰，寓意友谊长久；红色蝴蝶兰寓意幸福美满，条点蝴蝶兰寓意万事顺遂，得偿所愿。蝴蝶兰特别适合客厅养，因为它不喜欢强烈的阳光，在明亮的或温暖的散射光里就能生长得很好。4. 蟹爪兰。蟹爪兰是一种小型的盆栽，特别适合搭上架子来养。到了秋冬春3个季节的时候，花朵开在枝头的顶端，又美又鲜艳。蟹爪兰的寓意是锦上添花，好运繁荣，鸿运当头，也被很多人称为富贵花。蟹爪兰适合客厅养，因为它特别害怕强烈阳光暴晒，喜欢温暖的阳光，很适合客厅这种地方来养。再加上它属于多肉植物，所以不需要浇水多施肥多，只要在土壤中添加一些有机肥，让土壤松散透气有肥力，就能做到年年开花，年年好运。此外，像发财树、铜钱草、金钱树、玉树、君子兰、12卷类多肉也都是客厅养护的安全选择。2. 客厅养花的禁忌有哪些？1. 财位的选择。如果是客厅的财位养绿植，最好是叶片又圆又大的，忌讳针叶类及杜鹃类。尤以铜钱草、发财树、万年青之类的植物最佳，因为这类植物象征着主人积极向上、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，而且花瓶的高度最好是房子的1半高度以上。若花瓶的高度不够，则可用架子垫高，使人一进门便可恰到好处地捕捉到这道风景，可谓美不胜收。
很多人的绿植都会系一根红色的丝带或者红色的蝴蝶结，这个其实是风水上的讲究。风水上来说，植物为室外之物，属阴，在植物或盆器上绑红色丝带或贴红纸，将阴转为阳，更适合客厅的风水加持。2. 要分类摆放，每种植物都有它自己的生长习性。室内光照并不是很充足，一般观叶植物比较多，因为这些观叶植物放在散射光的地方就可以生长得很好，比如绿萝、龟背竹、发财树、幸福树、富贵竹等等，优雅大气，耐阴凉，最适合家里养。通常会摆放在客厅以及电视机旁、电视柜旁边或者餐厅的地方。如果养的开花植物比较多，比如长寿花、米兰花、茉莉花、绣球花、栀子花等等，这些开花植物大多数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，需要多拿去阳台晒晒太阳，才能长得枝繁叶茂，花开爆棚。如果是放在室内光照不好的地方，就等于白白浪费掉了。所以在家养花要适度适量，和家具搭配起来得当就可以了。如果家里光照不好，尽量不要养开花旺盛的植物，因为它们没有光照，根本养不好。个人建议室内还是不要养大型花卉，比如大型爬藤的月季、爬藤的风车茉莉、凌霄花或者黄花茉莉等等，这些爬藤比较快的植物，养在家里不仅占地方，还会耽误开花，白白占用地方空间，一点都不值。3. 植物的合理布局。另外，从布局的角度来讲，常见的花卉也有属于它们的位置。大型盆栽植物，如巴西木、假槟榔、香龙血树、南洋杉、苏铁树、橡皮树等，可摆放在客厅入口处、大厅角落、楼梯旁。小型观叶植物，如春雨、金雀万年青、彩叶玉等，可摆放在茶几、矮柜上。中型观叶植物，如棕竹、龙舌兰、龟背竹等悬挂植物，以及假滴、常春藤、鸭屎草等，可摆放在桌柜、转角沙发处。4. 避开冷色调植物。冷色调的植物是指白色与蓝色等，这类植物中的大部分通常被认为不吉利，虽然比较漂亮，但是单一的摆放在室内，太过于孤清冷寂。在风水学上来说，冷色系植物都属于比较阴冷的，会给住宅带来阴冷之气。人们生活需要接触的是阳气，所以如果喜欢冷色系的绿植的话，最好搭配红色及黄色的盆栽植物才适合摆放至客厅，这样不仅颜色鲜明美观，阴阳平衡，也很适合室内摆放。5. 不要养太多。有些朋友把家里的客厅或者阳台上摆得满满当当的，全是花草。虽然花草生长旺盛，花开也很漂亮，却显得很是凌乱。所以在家里养花不宜数量太多，要搭配得当，有留白的地方，最好不要妨碍人的正常走动。客厅花卉养得多，不仅会影响气流的流通，同时也会生出一些小虫来回的飞，让人心情烦躁，这样就违背了养花的初心和赏花的心情。6. 不要养带毒、带刺的植物。室内养花最讲究和家居搭配的相得益彰，尽可能在家里养一些寓意比较好的植物，尽量不要养那些有毒的、带刺的、叶子尖尖的植物。如果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，一不小心碰到会被扎到，不仅会引起红肿反应，严重了还会中毒。风水学上也有讲到，家里养带刺的植物会经常遭遇小人。尖尖的叶子与居住者会产生对煞的气场，不利于运势、健康。所以相对来说，室内适合摆放圆叶型植物，如铜钱草、金钱树、兰花等等，寓意圆圆满满，有招财利运势的作用。7. 枯萎的花及时处理。俗话说得好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再厉害的养花高手也有养不好的花，所以只要养花，时间长了，难免有养得不好的花草，黄叶、烂根，呈现半死不活的状态。若是这样的花草，经过精心的救治，还长时间无法恢复到最佳状态，建议直接移出客厅，因为不健壮的花草影响观赏，还会招一些病虫害，滋生一些病菌，有可能会污染室内的空气，不利于家人的健康和心情。此外，我们常说花旺人财旺，花都已经不旺了，不仅早处理，也会影响家里的运势。8. 空调以及暖气旁边不要养花。冬天北方地区大多室内都有暖气，室内的温度能达到20度左右，
各种植物在冬天的室内依旧长得很旺盛，争奇斗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暖气片旁边或者是空调旁边的出风口，尽量不要养花。由于这些地方会散发热量，容易把植物叶子吹坏，或者出现烫伤根系的情况，即使好好的花也会被养死。冬天的室内，远离空调的出风口，远离暖气片旁边，才可以把花养得很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家庭养花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